我是边疆长大的将门女，不会女红，只会打人。外祖父查到朔州粮道泄密，线索又绕不开裴家，于是我回京，嫁给了新科状元裴恒。少夫人，前院传话来了，表姑娘前几日受了惊，这会儿高烧不退，嘴里一直念着大公子。大公子已经过去瞧了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什么叫回不来？今日可是姑爷和我家小姐的新婚夜。表姑娘病着，到底也是亲戚，大公子总不好不顾。表姑娘住哪儿？去，把人扛来。少夫人这是？两个一起，自然。一个病着，一个照看，拆开了像什么样子？既这样离不了，那便一起请来。我身为心腹，总不好让夫君两头跑。是。少夫人，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不得？今日是我和夫君的大喜日子，主榻总不能空着。表姑娘既病得这样厉害，我请她来新房，由我亲自照看，也算尽了礼数。还是说，裴家新婚夜不讲夫妻之礼，只讲表兄妹情深。府里既没人懂规矩，我就替你们立一立。记住，客气些。明白，扛也算客气。小姐，奴婢这就把姑爷和那位表姑娘一块请回来。新婚夜就敢踩我的脸，正好，让我看看这状元郎和他那位表妹到底唱的是哪一出。表哥，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？先别说话，把药喝了。姑爷，少夫人请您过去。你去回夫人一声，表妹病得急。那可不成，少夫人说了，正因表姑娘病得急，才更该请过来一道照看。今日毕竟是您和她的新婚夜，您不回房，传出去难免叫人笑话裴家没规矩，索性将表姑娘一并请去，也好两全。你说什么？少夫人请表姑娘和姑爷一道过去。我身子不适，如何挪动？无妨，奴婢力气大。慢着，我去见她便是。表妹病重，不必折腾。那怎么行？少夫人说了，表姑娘既离不得您，您也不得表姑娘。若只请了您一个，岂非叫表哥更难受？表哥，我不过病了一场，嫂嫂何至于这样羞辱我？她初来京中，不懂分寸，我自会去说。你们退下。姑爷，少夫人说了，今夜人是一定要请到的，不然她就亲自过来。大公子，表姑娘的病倒也不是不能挪，只是……听见了吗？能挪。你们放肆！奴婢只听少夫人的。哼，你家少夫人倒是好大的威风。我家少夫人说了，新房的门今夜不能空着。表哥，我害怕。正因表姑娘害怕，才更该与姑爷寸步不离，一块儿去新房。啊！放我下来！表姑娘，放肆！快放下！你大胆！快放我下来！姑爷，请吧。我活了20多年，头一回觉得自己大概娶了个完全不讲强理的女人。表哥救我！清河，放下她！姑爷，有话回新房说。对，少夫人等着呢。
来了。夫君辛苦，新婚夜还要两头奔波，实在不易。夫人这是何意？照顾病人，表姑娘既病着，我身为心腹，自然也该尽心，总不好叫夫君一个人守着。清河，把表姑娘放去小榻上，离火盆近些，别再着凉了。是。表嫂，你怎可如此折辱我？折辱？我请你来新方养病，怕你受寒，连小榻都给你铺好了，这也算折辱？表哥，夫人，新婚之夜，你如此行事，未免太过粗鄙失礼。裴大人，我在边疆长大，不会像京中贵女一样委委屈屈的掉眼泪，也不会拐着弯的讲道理。可我倒想问问你，新婚夜，丈夫不入洞房，却去守着表妹，这便是裴家的礼数。表妹病中自有大夫，府里没有大夫，还是裴大人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，竟不知什么叫男女有别。你与表姑娘之间有没有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夜是你我成婚，你若不愿回房，大可直说，我也好叫人去前头回一声，就说裴家新婚夜不讲夫妻之礼，只讲表兄妹情深。表哥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嫂嫂既如此不喜欢我，我何必留在这里碍眼？躺好。你不是病着吗？病人就该有病人的样子。现在回去，路上若再晕了，还得赖我照顾不周。夫人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表妹既已在此，我看她一眼，便回前院，不扰你休息。不必。你既来了，便别折腾了。主榻够大，夫君若不嫌弃，歇在外侧便是。表姑娘在小榻上养病，清河和红轮流守夜，如此安排最妥当不过。你怎么，裴大人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啊，折腾一日，我累了，人扛来了，理也说明了，剩下的不是我的事。夜深了，诸位若无旁的事，就都歇着吧。夫人当至，实在的很。多谢夸奖。若只是争风吃醋，何必这样？你究竟是谁？朝中有内奸，朔州粮道3月前泄密通敌，此人不除，边关必乱。我回京嫁裴恒，本就不是为了做什么贤良淑德的心腹。外祖父查到，泄密的粮道文书曾经过裴家人的手，我要借裴恒这层身份，揪出朝中那个通敌的内奸。表哥，我先回去了。既病着，就让人扶你回去休息。表姑娘慢走，别再着凉。走了？走了，哭着走的。那就好，省得再吵我睡觉。夫人昨夜睡得倒好，能睡的时候不睡，难道陪人熬着？
大公子、少夫人，裴夫人那边遣了人来，说天刚亮，请心腹过去敬茶。裴大人，新婚后的第一场硬仗到了。小姐，表姑娘走时眼圈红的厉害，像是偷偷哭了一整夜。那说明病得不轻。正院那边今日怕是不好应付。本来也没指望他好应付。母亲在等。母亲，请用茶。你昨夜行事，倒叫我开了眼界。母亲指的是哪一桩？新婚之夜，不敬夫君，不容亲眷，纵着侍女擅闯表姑娘院子，还把病中的人强行挪进新房，如此不知分寸，不讲规矩，沈家便是这样教女儿的。母亲既问了，儿媳也想请教一句。你说，新婚夜，丈夫不入新房，却去照顾表妹，这又是谁教的规矩？明柔病着，病着便该请大夫。裴府若连个大夫都没有，儿媳今日倒真算长见识了。你还是说，裴家的规矩里，表妹病了，便可叫新婚丈夫彻夜守着，连洞房都不进？放肆！恒儿，昨夜之事你也看见了，他这样的人，如何当得起裴家宗父？昨夜之事，是儿子处置失当在先。表哥，新婚之夜，我不该离席太久。你是在替他说话？儿子只是说实情，昨夜若传出去，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脸，也是裴家的脸。表哥，我昨夜是真的难受，我只是怕什么？怕你病了，大夫不够用？还是怕你病了，离了表哥便活不下去？嫂嫂，我从未这样想过。想没想过，不要紧。要紧的是，往后再有这样的事，先请大夫，再遣人回话，别动不动就把府里的公子往姑娘房里请。你不在意名声，我夫君还要脸。够了！不管昨夜谁是谁非，你既进了裴家的门，往后就该守裴家的规矩。女子当柔顺持家，不可张扬跋扈，更不可一味逞强。母亲教诲，儿媳记下了。茶放下，你们退下吧。小姐，奴婢方才真怕自己笑出声来。那你下回再忍忍。不过姑爷今日倒还算像个人。他若连是非都分不清，也不配做金科状元。3个月前，朔州粮道改县，当夜便遭敌军伏击。若不是朝中泄密，敌军绝不可能算得那样准。边军里没查出钉子，那刀便只能藏在京城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？想以后该怎么省事。夫人，还有事？
昨夜与金晨之事，的确是我失礼在先，往后不会了。那最好。小姐，姑爷方才那样子，怎么像是被您制服了似的？他不是被我制服了，他只是终于肯讲道理了。讲道理就好。我最烦那些既不讲理，又偏要装出一副自己很讲理的人。那要是不讲理呢？那我一般直接动手。婆母明面上不再提新婚夜，私下却处处拿规矩拘着我。晨昏定审，一日不落。佛堂抄经，逢三必去。库房账册、下人名录、祭祖礼数、往来帖子都给少绅送去。他既要做裴家宗父，这些总该学。少夫人，这一房的月令多支了3两，记下来，明日重核。是。小姐，您真会看这些？不会也得会，外祖父操练人时比这狠得多。他想磨我，那就看谁先熬不住。他几次想借题发作，偏又挑不出我半分错处。裴夫人如今看您，大约像看一根扎在眼里的刺，拔不掉又碰不得。周潇是我从沈家带来的护卫，如今明面上只做陪嫁管事。小姐，有动静了。说。昨夜给裴府送帖的几拨人里，有2个先去了陆府，随后才来了咱们这边。属下的人顺着盯了一程，发现那边最近同城南一家茶楼走得很近。那茶楼明面上做寻常生意，后门却常有北边口音的人出处。茶楼背后是谁？暂时还没摸清，只知往来的人里有兵部侍郎陆承彦的家仆。兵部陆承彦，若粮道改线真从京中漏出去，这个人脱不了干系。继续盯，别惊动人。是。少夫人，夫人命奴婢送帖子来，3日后林家设宴，京中几家夫人和官眷都要去。夫人让你也跟着露个面，免得外头说裴家心气不懂交际。这位夫人何时这样好心了？夫人也是为少夫人着想。知道了。属下还查到，林家大夫人与陆府有姻亲，这次宴上，陆家女便也会去。顾兰姨无缘无故把我推到人前，可不像是要给我脸。林家宴来得倒巧。小姐，这林家宴怕不是什么好这种好去。自然不是，可不是善地，才值得去。你先前查的名册呢？已理出一部分。再把近来与兵部、户部往来频繁的几家补上。哪家夫人常走动，哪家姑娘定过亲，哪家跟顾家有旧，都给我列清楚。林家宴上，我要用。是。后宅赏花吃茶是假，消息流转，人心试探才是真。顾兰姨想看我出丑，我偏要借她的手，把京中这张网撕开一角。裴夫人若知道是她亲手把您送到查案的场子里，只怕佛珠都得剥断。姑爷来了。在忙？算不上。夫君今日回来的倒早。母亲同你说过林家宴了？说过了，3日后去。林家是礼部侍郎府，去的多是京中官眷。你初次露面，少不得有人试探，自己当心些。夫君这是怕我吃亏？你若在外头同人争起来，丢的是裴家的脸。哦。林家宴虽是女眷席面，可朝中许多消息，往往都是先从这些地方透出来的。夫君懂得倒不少。京中人情往来，本就不是小事。
我还当裴大人只会写文章，原来也知道这些。夫人若在林家宴上听见什么，也不必全当耳边风。他大约已察觉我另有所图，却还是给了我这一句提醒。知道了。今日去了林家，少不得有人试探你。我知道。你初次在京中露面，今日怕是不会清静。我看起来很像会吃亏的人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后院的风声常比朝堂传得更快。裴大人这话，像是在教我办事。算不上，只是京城这地方，最会把一句闲话变成一把刀。那我就看看，今日是谁先递刀子。小姐，来的人真不少。人多才好，人少了，戏唱不起来。顾兰姨今日称病不来，不是不想来，是等着可看我在这群京中贵眷面前露撇。这位便是裴少夫人了吧？早听说沈家姑娘自幼养在边疆，与京中闺秀不同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气度不凡。林夫人谬赞。快请进，老夫人和诸位夫人都到了，就等你这样的人物来添彩呢。从我下车那一刻起，这场宴就已经开始了。果然都在看您。让他们看。裴少夫人自小长在边地，想来见惯了塞外风光。就是不知道对咱们京中的花宴可还习惯？花好看，自然值得看。只是比起赏花，我在边地见的更多的是开春之后，百姓站在田缸边，望着雪化，望着地里新土时的神情。花开一季，季便谢了，百姓能安稳过日子，才是更长久的好风景。裴少夫人这话，倒比花宴本身还更有意思。年纪轻轻能有这般见识，不容易。沈家教得好。边地养出来的姑娘，果然和寻常闺秀不同。是啊，寻常姑娘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我家小姐一向如此。裴少夫人果然口才好。不是口才，只是见过冻死人的冬天，便不大舍得把心思全花在花上。我今日来，不是为了压一个闺秀的风头。小姐，花树边那个穿袄色衣裳的姑娘一直在看您，瞧着像是许家的二姑娘。听说她父亲跟兵部走得紧。哪家的？许家二姑娘。她不是临时起意，她方才一直在看我，从我入席应话，到我对兵部、北边商路的反应，她都看在眼里。小姐，她这是何意？有话想说，又不敢明说。小姐，她八成是冲您来的。别急，先看她想做什么。果然，他递这一下，绝非临时起意。我去更衣。奴婢领少夫人去。小姐，字条在这儿。先看看四周。看来他手里真有东西。那偶衣姑娘到底是谁？她为何帮您？能在这种场合冒险递消息，不是走投无路，就是别有所图。那今晚去不去？去。安远侯府的许二姑娘。安远侯府这些年虽不算最显赫，却曾在北地驻守，
与兵部和边贸都沾过线。若消息是真，这位许二姑娘为何偏偏把她递给我？她冒这么大风险，不会只是好心吧？自然不会，要么她也被牵进去了，要么她在借我的手查什么。那我们还去见她吗？去，只是去之前要先想清楚她想让我看见什么。夫人，夫君怎么来了？前院散得早，我来接你回府。有劳。林家后院路杂，人多眼杂，别一个人走太远。夫君是在担心我迷路？我是在提醒你。他看见了，至少看见有人借机靠近了红霄。知道了。走吧。今日林家宴上，你应对得很好。夫君这是在夸我？算是，至少没叫人看低裴家。那便好。后院里，可有人给你递了消息？夫君看得到戏。我只是看见，有人靠近你身边的侍女。然后呢？若我说，我是怕你在外头被人利用，夫人信吗？裴大人，与其担心我被人利用，不如担心那些想利用我的人，最后会不会后悔？我知道你不是会吃亏的人。那你还问？因为我想知道，你到底在做什么。他到底还是问到了这里，比我预料的更快。等我想说的时候，自会告诉你。好，你就这么算了？你不想说，我再问也问不出来。你倒看得明白。夫人做事向来不像会听劝的人。听起来不像夸我。本来也不是。他没逼我，也没拆我的台，反倒像是先给我留了个台阶，等我自己开口。但有一件事，我还是要提醒你。说。若真有人暗中递信给你，便绝不会只想让你知道这么简单。我明白。所以，不管你今后想做什么，先想好退路。裴恒，你到底是怕我惹事，还是怕我出事？公子，少夫人到府了。下车。小姐，傍晚递出去的信，周少已经收到了，他带人先去了陆府附近。府里这边呢？都安排妥当了。若有人问起，只说您今夜早早歇下了。好，你们守好院子，若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应变。小姐，要不还是多带2个人？人多了反而惹眼。陆府西角门，今夜递给我的，到底是路还是坑？很快就知道了。这么晚了，夫人要去哪儿？夜里闷，出去走走。穿成这样出去走？我有事。我知道，从林家回来的路上，我便知道，你今夜多半不会安分待在府里。既然知道，你是来拦我的？不是，你要去哪儿，我不拦，但你至少该带个能在明面上替你遮一遮的人。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你知道我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你既要去，就不会是小事。若我不想带你呢？那我便只能一直跟着，跟到你答应为止。你这是逼我？算是。好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但到了地方听我安排。可以。小姐，情况如何？盯了半个时辰了，西角门一直没动静，但方才门缝里闪了3擦灯，像是在给外边的人递信号。什么人？里头有出来接头的，像是陆府的人。外陪等着的那一个，口音不对。北边的，像，咬字硬，咬短，不像京城人。你若后悔，现在还能走。都到这儿了，夫人还想赶我？我只是怕你拖后腿。
放心，不会。来了。看清了吗？门里的是陆府小厮，门外那个黑衣人不认识。那里面装的若是文书账册，今晚就没白来。若是别的，陆府这水只会更深。别急，再近些。动手，拦住他们！分头追，你盯门外那个，我去守巷口，别让他们往巡夜那边引。周潇，抓活口。是。好身手，别追太深。能在陆府外来去自如，又有这样的身手，此人绝不是普通传信之人。饶命！饶命！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实点儿！刚才那人是谁？你替谁传东西？我没有，我是奉命来倒泔水的。倒泔水倒到西角门，你当我们是傻子？陆承彦知不知道的这件事？小的不知道，有人给了小的银子，只让小的把门打开，把东西递出去，别的小的一概不知。小姐，把人带走，一审就明白了。不能带走。为何？此时把陆府的人拘走，动静太大。今夜若进了陆承彦，往后再想顺藤摸瓜就难了。黑衣人已经脱身，若这小厮再失踪，陆府立刻就会知道出了事。可人都抓到了，难道就这么放？抓住一个底下泡沫的未必有用，可若惊了上头的人，才是真的打草惊蛇。裴恒说的没错，眼下最值钱的不是这个小厮，而是还没被撕破的那层纸。小姐，人都拿住了，只要带回去。不能带，再放人就真没了。今夜我们是来摸蟹，不是来掀桌子。小厮一丢，陆承彦立刻就会缩回去。抓一个跑腿的未必有用，可若惊了后头的人，这条线便断了。把他的脸记清。小姐，放了，继续盯。多谢饶命！滚回去，今晚你什么都没见过。方才那两人是冲朝中什么这俩事来的？夫君不是说不追问我吗？是不逼，只是你听见北边二字时，神色变了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还不到时候。北边两个字，牵着的从来不只是朝局。你今夜若一个人出来，未必有我方才那一句提醒。怎么，裴大人这是在讨功？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若真要做什么，至少该挑个不那么容易暴露的时候。你这是在教我做坏事？我是在替夫人补漏。记下了，这一次倒是真记下了。夫人今日可有事？做什么？陪你出门。去哪里？你不是说回京后一直没买到合手的刀？今日我休沐，正好陪你去城西看看。姑爷这是主动陪小姐逛兵器铺。你小声些。昨夜刚陪我夜探陆府，今晨又要陪我去买刀。若是旁人，我只会当成试探，可他偏偏说得太坦然。夫君倒记得清。夫人说过的话，我记性一向不差。好啊。姑爷这样子，真像被小姐绑来逛兵器铺的。少说两句。姑娘好眼力，这可是上好的金刚。太轻。他说自己回京后没买到趁手的刀，我原以为只是随口一提，如今看来，他是真的在找一把能随时护命的东西。还看吗？自然。我还以为夫人昨夜没睡，今日该没精神。裴大人昨夜也没睡，今晨不也坐得很稳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只是陪着你。你们边疆女子平日都这样挑兵器？边疆女子不这样挑，难道像京中姑娘挑簪子？夫人说话倒是始终很有边疆风范。裴大人这是夸我还是骂我？清河，你瞧见没？姑爷今日半点脾气都没有。你要是再笑出声，回头小姐先收拾你。这两家都不行。那便去下一家。让开！快让开！怎么回事？
这刀来得快，但我躲得开。退后！护住小姐，拿下他们！你疯了！别怕，我没事。站住！敢伤我家姑爷，还想走？追！让他们跑了！小姐，姑爷流了好多血。闭嘴！备马车，去医馆。我真没事。你闭嘴！你明知道不会舞，冲进来做什么？那一刀我躲得开。我不知道。是啊，他不知道我能避，也不知道那2个刺客根本未必伤得到我。他只是看见刀来了，然后挡了上来。不知道就敢拿手去挡，裴恒，你当自己有几条命？说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挡。少夫人，医馆到了。险啊！再偏1分，便要伤着筋骨了。公子忍着些，无妨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一个文臣，手无寸铁挡什么刀？那是刺客，不是纸上的字。你知不知道方才那一下若再深一点，你这条手臂就废了。你简直是在拿命赌。昭宁，那一刻我没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你就往前冲。是。裴恒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夫人。夫人这2个字，不是挂名，不是敷衍，不是裴府门一下必须摆出来的身份，而是他明知会受伤，还是本能想护住的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伤成这样？谁干的？不是去城西买东西吗？怎么还遇上刺客了？是不是又是你惹出来的事儿？自从你进门，母亲，是儿子自己冲上去挡的，与他无关。你自己挡的，好端端的，你他挡什么挡？若不是他并未连累我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好，你如今倒会护着人了。可你是裴家长子，若真伤着筋骨，谁担得起？儿子自己担。先扶他回院，再请郎中仔细看看，这几日不许再出门。是。郎中开的药，趁热喝。右手。这是红绡塞的，说你们京中文人娇怪，吃完药总得吃点甜的压一压。夫人这是取笑我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状元郎连刀都敢挡，总不该怕苦。在看什么？河东去岁的灾后赋税补录，翰林院近来整理旧案，我领了几卷字抄本回来核对。减得太少了。你看得懂这些？遭灾后先施收成，再修堤坝，若只减这点税，百姓不过是从饿死边上往后拖几步，迟早还要出事。那这一条呢？修堤的钱不该全压地方，地方官若要凑数，最容易从百姓身克扣。我先前以为你只善刀枪，那你如今知道了？知道夫人不只会打人。你方才说的，
不是纸上之谈。边关也有灾年，梁一断，人就不是人了。朝中一纸文书若轻了1分，底下便要多死很多人。我入仕这些年，见过太多人把名声挂在嘴边，却只会在奏章里写漂亮话。你不是。你看边关，也看百姓，还会把这些旧卷宗一册册带回来看。至少你不是只会写漂亮文章的人。从前一直觉得京中文人最会空谈，可眼前这个人明明能安稳做他的清贵状元郎，却偏偏盯着最难、最脏、最不讨脚的事。夫人这样夸我，我会当真的。我很少夸人。那便更难得了。裴恒，今日那一刀，多谢。你我既已成婚，不必说这个。该谢还是要谢。若你真想谢我，以后遇事别总一个人扛着。裴大人是在教我依靠你？我是你夫君，这本就是我该做的。我记住了。那我也记住了。记住什么？我的夫人不只会打人，也懂治世安民。你这话听着像夸，也像试探。是真心。这里头的人笑得比花还假。闭嘴，少惹眼。这眼神里带着慌、怨，还有狠。他今天果然没安好心。裴少夫人，这是我家夫人特意命人温着的梅子酒，说是果酒不烈，女眷用着正好。你家夫人？是。哪位夫人？哼，自然是府里的夫人。英国公府这么大，夫人也不止一位，你说不清，谁敢乱喝？少夫人放心，这真是果酒，不烈的。既不烈，你自己喝。奴婢不敢。你不敢喝，却敢拿来劝我。奴婢只是奉命行事。那就端回去，告诉命你来的人，我不喜饮酒。还不走？小姐，这酒有问题。盯着他，别让他离开你的眼。是。还有顾明柔，他今天若没后手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。裴大人，老夫人寿宴，你可不能推。就是状元郎得满饮。这是给女眷。什么女眷男眷，酒就是酒。来来来，给裴大人。不能。裴恒，别喝。什么感觉？酒里不干净。小姐，就是方才那杯。这不是冲裴恒来的，是冲我。可如今酒进了他的肚子，若再拖下去，今日便要出大事。先离席。能走吗？能。洪啸，拦着人！谁来都说裴大人伤口不适，需立刻换药。哎，裴大人怎么走了？我家公子旧伤发作，失陪。别过来。坐下。我说了，别碰我。这么烈？不是寻常酒，里头掺了烟杂药。你先走。沈昭宁，出去！我若出去，你怎么办？我自有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咬牙硬熬，还是把自己撞晕？你疯了！总比伤你强。我已进他腹中，可他到现在想的还是别碰我，叫我先走。这样的人，偏偏被人算计到这一步。你听着，这药本是给我准备的，有人想借寿宴，借这杯酒把我引到偏房，再安排人来撞破。如今酒进了你腹中，他们若照旧闯进来，
你我一样会被扣上失仪的脏名。所以你更该走，不能留在这儿。裴恒，你现在这样，若我一走，外头的人随时会闯进来，到时候看见你独自在厢房药性发作，你以为事情会比现在好看？要么我们现在就想办法破局，要么一起等着被人撞破，再被扣上失仪荒唐的帽子，你选。你先走，我自己能扛过去。可以什么？强撑着挨，还是把自己逼疯？这药原本是冲我来的，如今落到你身上，若真闹开，难看的从来不止你一个，背后下手的人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那也不能。不能什么？不能让我救你，还是不能让我做你的妻子？赵宁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不想用这种龌龊手段逼你同我更进一步。我不想你是因为一场算计、一次意外才不得不认这一步。沈昭宁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不要借药逼你，也不要借局困你，我要的是你自己愿意。这样的人，到了这一步，还怕委屈我？你现在走，还来得及。裴恒，你信不信我？信。看着我，别被药性拖着走。我不走，我陪你熬过去，也陪你把下药的人揪出来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昨夜之事，终究是我失了分寸。失了分寸？我不是旁的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昨夜我若不留下，你打算如何？强撑着挨过去，还是等外头的人闯过来，看金科状元在英国公府寿宴上如何出丑？我不是说你不该留下。那你一醒来同我说对不起做什么？我救你是我自己做的决定。你如今这副样子，倒像是我吃了亏受了委屈，要你拿一句对不敬来补。昭宁，我不是看轻你。你若不看清我，就别把昨夜当成你欠我的。我也不是后悔。那就说清楚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一场算计、一剂药，才不得不同我走这一步。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他在意的竟从来不是规矩，不是体面，是我愿不愿意。裴恒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昨夜不是你逼我，是我自己选的。你若再拿愧疚看他，那才是真的看清我。裴恒，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今日这若是旁闪我橘子斗你，也是为了保我自己。你如今一味往后退，倒像是我若碰了你，反而受了委屈。不是。那你还躲什么？我答应你，以后不再说这种话。昨夜是你心甘情愿，我记住了。以后我也不再拿愧疚辱没你的心意。可我也有一句话想问你很久了。问。你嫁进裴府后，处处都在看，处处都在试。你看账册，看人情，看福利谁能用谁不能用。你不像是在经营后宅，你更像是在查什么。裴大人倒是敏锐。不是敏锐，是在意。昭宁，我不问你从前究竟经历过什么，也不逼你现在就告诉我全部，但你心里装的绝不只是裴府后宅那点是非。若真是如此呢？那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把自己放在多危险的地方。我昨夜说想要你心甘情愿，不只是那一件事，我想要的是你肯信我，肯把真心分我一点，哪怕只有一点，好过你什么都一个人扛。这个人偏要把我藏得最深的地方看穿。你问得这么直，就不怕我翻脸？怕，但比起你翻脸，我更怕你出事。别总一个人撑着。你既看出来我有所图谋，就不怕我进裴府，图的是见不得人的事。若真是如此，我也不会揭发你。裴大人，你连我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敢说这话？不知道，所以才问。可不管你要查什么，你都不会是为了私利。你看灾册时会先想到百姓怎么活，你遇事时先想的是怎么保全局面。这样的人，就算有隐情，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。昭宁，我不知道你嫁进裴府究竟是为了查谁查什么，可若此事真的危险，你绝不能再一个人犯险。若这危险会牵连裴家，
牵连你呢？那也是我自己选的。你我是夫妻，不该只有好处时才算并肩。若你当真身在局中，我至少该知道你站在哪一边，能替你挡哪一刀。我以为自己嫁进裴府是独自入局，可他偏偏要站到我身边来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是来安安分分做裴家少夫人的，但现在还不到全说的时候。我等。等时机到了，我会告诉你。好，但在那之前，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：有危险先想我，别再自己冲在最前头。我尽量。外头已清干净，没人起疑。小姐，您真要问那边？问。姑爷昨夜都那样了，还不算可信？可信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入局是另一回事。此事牵连太大，差一步，死的就不是一个两个。裴恒，你若真能站到我这边，这盘局也许就能多一条生路。京中密典，刚收到老将军的回信。小姐，怎么说？外祖父让我自己拿主意。姑娘，边关那边还让我带句话：若裴恒真如你所言，清正不阿，略有不断，带他入局未必是坏事。那顾家那边？我知道了。顾明柔这次失手，短时间内不敢再动，但真正设局的人不会就此收手。你来了。你不是一直想问吗？你想说了？是。我回京嫁你，不是为了成婚。3个月前，朔州粮道改线，当夜，敌军便像提前等在那里，伏击劫粮，一车都没放过。改线之事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只有兵部、户部，还有边军主帅。边军内部查过，没有钉子，那就只能说明京中有人把消息递了出去。粮道一断，丢的不是几袋粮，是边军数万条命。那一夜后，我就知道这个叛国贼不挖出来，朔州永无宁日。所以你借婚事回京。外祖父不能离边，我父兄在京中又太扎眼，只有我一个待嫁女最不惹人疑。嫁进裴家是幌子，润京查案才是真的。那你这些日子查兵部旧档，盯路成夜，也是因为这个？新婚夜的试探，林家宴上的周旋，甚至顾明柔那点蠢招，你都在顺手布局。是，既然决定说开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。从一开始，你也是我计划里的一部分。你出身清流，入仕不久，名声干净，立场又够稳，做我的夫君最合适。借你这层身份，我进裴府看京中探消息都顺理成章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看裴家，看母亲，看我，都像在过一道关。起初，确实如此。所以，对你而言，裴家只是个落脚处，我也不过是你回京后要先攻下的一道关。一开始是。我不是不生气，可比起怪你拿婚事做局，我更想知道，若不是我自己察觉不对，你是不是打算从头到尾都瞒着我，独自去查，独自去碰那些刀口，独自把命搭进去？这是我的事。可你现在是我的妻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更不该把你拖下水。你总是这样，把所有人的命都算进去，唯独不算你自己。你心气太高，也太硬。若我没看出来，你是不是准备就这样一直瞒着，直到查出结果，或者死在半路上？昭宁，朝堂不是后宅，你追的是叛国贼，稍有不慎，死无全尸。你真以为自己一个人扛得住？从边关回京，就没打算把任何人真正算进来，包括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可从现在起，别再一个人。你若不想说全，我不逼你；你若还没想好让我知道多少，我也等。可你不能再拿命去试，往后有危险，先告诉我。我不是要查问你，我是要站到你身边。裴恒，你可以拿我入局，但不能把我挡在局外。好，那我把现在查到的都告诉你，
这是我回京后收来的线索。朔州粮道改线那次不是头一回，近2年边关3次紧要调动，都像有人提前知情。哪3次？一次是朔州粮草，一次是河西军械补运，还有一次是去做冬日边防换哨。你早就查过？那日察觉你盯着的不止后宅，我顺着陆承彦这条线私下核过兵部旧文书。你看，这3桩边关要案，经手名册上都有同一个人。兵部郎中职职不高，却恰好能摸到调兵防粮草诏运中途变动的消息。他不起眼，反而最适合递信。陆承彦，果然是他。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。陆承彦谨慎，不会轻易露头，想拿他得让他自己动。秋氏，你也想到了？秋谢既至，经营禁军、皇城司兵部都要重新布防，路线、护卫人数、皇家停驻之地，全是敌国最想知道的消息。若陆承彦真是那只内鬼，他绝不会错过朵秋血。秋谢声势大，牵连广，一旦他出手，就必然会留痕。而且这次不只是递消息那么简单，若外敌趁秋县生乱，朝中必有人接应。陆承彦背后恐怕有更大的线，事关重大，不能贸然摊开说。我只能借奏对的机会，先试探圣上的态度。知道太多的人，反而死得快。所以不能打草惊蛇。有些事必须分寸拿捏。你学得倒快。是夫人教得好。那就定了，秋县就是我们撒网的时候。网已经有了，只差把鱼逼出来。我守在里面。顾姑娘，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？我要见沈昭宁，现在就见！哭成这样，要酒的事想明白了？你早就知道，你明明早就知道是我，不然呢？那为什么不报复我？为什么不把我交出去？你这样盯着我，比直接打死我还难受。你都记下了。顾明柔，你真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？你那点手段，从你出手那一刻起，就全在我眼里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被谁逼？你自以为是在害我，其实你连自己在替谁败命都不知道。我只是想让你丢脸，让你在裴家待不下去。愚不可及。你以为你是在争一口气，争裴府这点鸡毛蒜皮？可旁人拿你当刀，拿你当炮灰，拿你是我看我，借你这颗蠢脑袋替他们踩路。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你当然没想，你若有脑子，也不至于被人塞2句好话，递一包药，就敢往自己表哥的酒里下东西。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？你拼死拼活替人办事，等出了事，第一个被推出去顶罪的，也只会是你。我真的只是一颗没用还自以为聪明的棋子。想活，就把背后递药的人给我说清楚。药不是我自己找来的。我知道，继续说。是顾家旁支2房的人递给我的，牵线的是我那位表舅母，我没见到真正做主的人。说只是让你在寿宴上出丑，说只要你名声坏了，裴家就容不下你。2房那边的表舅母，我也没见到真正做主的人，他们只让我按吩咐做，说出了事也有人替我兜着。他们让你来下药时，可曾告诉你，这药若真成了，裴营会如何，裴家会如何，你自己又会如何？他们不是想替你出头，他们是在借你试我。小姐，难道和陆承彦那条线有关？顾家旁支忽然冒头，不可能只为了后宅争宠，他们背后必然还有人。有人想知道我回京到底要做什么，有人想逼我先乱离世。顾家旁支又最善在京中走走钻营，若他们真连在一块，一个递消息，一个探虚实，倒真是狼狈为奸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些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你放过我。顾明柔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次我留你一命，不是因为你无辜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可若再有下次，我会让你连哭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小姐，要不要现在就让人去盯顾家旁支？不是盯，是给我死死咬住。顾家旁支来往过什么人，收过什么信，见过谁，去过哪里，一件都别漏。尤其查他们近来是否接触过兵部陆府，或在京郊驿站驿路上有异常走动。明白。是。小姐，您是觉得顾家旁支只是露出来的一只手？他们没那个胆子单独做局，
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。药酒、顾家旁支、陆成业，线头已经够多了，只差一个时机，把他们全都拽出来。宫里定了秋申，3日后，兵部议定最终布防，陆成业也在其列。总算等到了。皇帝出列，驻地布防，禁军调动，沿途州县配合，全在这一局里。若他真通敌，不会放过。边关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藏在朝中的那把刀，也该由我亲手拔出来。真图留敌，假图放兵部。驻防点我已悄悄改了4处，9成像真的，只有1成是致命的破绽。若北边真照这图接应，人会直接撞进我们留出的空防口。只如此，假图里留了2处巧合，像是熟人才会知道的补漏。陆成言只要一看就会信。你能保证他一定落进他眼里？能。明日议数后，这份图会以补录文书的名义留在兵部案上半个时辰，只要他有心，就一定会翻。半个时辰，够他程抄，也够他传出去了。一旦他动，这条线就再也藏不住。小姐，外线的人都备好，城南茶楼驿路猎场外围已经布了3层严。顾家旁支那边也盯住了，那位表姐近来和一个嬷嬷走的几米，手脚不干净，只要他们一动，我们立刻咬上去。周潇守外线，盯传信的人；清河红霄盯顾家旁支那头，尤其是那个嬷嬷，任何街头地物离营都不能漏。是。兵部文书和朝中动静，我来定。若这一局开了，便没有回头路。本来也没有。好，那就让他自己把脖子的送到刀口上。图一旦出去，陆成言若真有问题，秋树就是他的死局，也是你的险局。我回京不就是为这个来的？这个给你。这是前些日子让人打的，你那把旧刀磕了刃，总要换一把新的。玄铁。量了你旧刀的尺寸，又让匠量减了1分重量，你出手快，这把更顺手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不是今日才想的。你明知道我会往最危险的地方去，所以才更该有它。我不能陪你进林子，也不能替你亲手擒人，至少总该有件东西替我护着你。他从不说软话，可每一句都比软话更重。裴恒，你这样……昭宁，你答应过我，往后别一个人去，进局可以，但要活着回来。此局失守，牵连的是皇家，是边关，是朝堂，你可知后果？那你还把自己绑进来？夫人总算肯把我算进去了，我哪有退的道理？好，我带着。贴身带着，别离手。昨夜议数后，陆成业亲手翻了那份图，还借空堂写了东西。今日入营后，我们的人又亲眼看见他把消息递给一个小厮，咬钩了。那小厮方才往西侧帐区去了，像是在等下一步接应。那个嬷嬷查过没有？查过，明面上是顾家那位表姐身边伺候的，近2日却总借送吃食四处走动，尤其往西边去的勤。果然，顾家旁支负责牵线，陆成业负责递情报，西陵那头多半就是接头点，越乱越方便他们脱身。营中现在太乱，他们很可能今夜就动。要不要现在拿人？拿他只是掐断一根枝不够，我要顺着他，把后头的人一并拖出来。有刺客！护驾！护驾！小姐，声东击西，真正的人在西陵。昭宁，周潇，跟住那小厮，别让任何人从西边跑了。是。小姐，前头有3道新踩出的脚印，人不少，西边灌木折断过，刚进去没多久。分开围，清河红霄随我进。等等，你不必进去，里面若真是细作街头，必有刀兵。你进来，我反而要分神护你。我明白，我在林外等你。
一步不离。若我救不出来，你就回营调兵。不必你教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裴大人倒是越来越会顶我，跟夫人学的。贴身别离手，刀我带着。好，裴恒，我若把人拖出来，你就把外配这张网收死。已经收了。小姐，不能再耽搁了，走。传讯禁军，为西陵。小姐，左边有人接应，拦住后头的，这个归我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谁派你来的？你敢杀我？我没耐心。你猜我敢不敢？从营中送食盒的嬷嬷，到兵部外传信的小厮，再到你们今夜街头线都对上，你现在不说，等禁军一围，你照样跑不了。陆承彦给你们的是不是西侧甲布防？这反应已经够说明问题了。你以为抓了我就……围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！裴夫人她……抓活的。是。陆大人，这回你还想说什么？你血口喷人，他看我一眼便能算证据。死了！护住四周，谁也不许动。他宁可立时赴死，也要在断气前看你一眼。陆承彦，你解释给陛下听。我不认，我什么都不认。不认？城南茶楼接头的是你的人，北边商队收的是你的信，古家旁直替你牵线，兵部旧当上动手脚的也是你。今夜从细作身上搜出的这份布防图，够不够把你送进死牢？拿下！放开我，裴恒！不过是个小小文臣，敢构陷同僚？构陷？是你自己把刀递到我们手里的。边关行军路线泄露，竟真是朝中有人，难怪这几年北地几次吃亏。押回去，兵部、顾家旁支、城南茶楼一并彻查。是。藏在京中的这把刀终于被挖出来了，你该庆幸，今晚死的人不是你，活着才够你把账一笔笔还清。那张字条是你递的，为什么选我？是我兄长3年前死在北地，朝中说是行军路线泄露遭了福，可这事儿很快就被压下去了。我不信那只是意外。近2年，我撞见过陆府和北边商队私下来往，还在兄旧物里见过英国公府、顾家几门紧亲戚的名帖，他们都不干净。可我一个闺中女子，查不了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借林家燕试我。那日我看你听见兵部北边几个字时神色就不对，又看你应对众人，句句都不像困在后的宅的人，我就想这张纸条递给你，或许会有转机。你胆子倒不小，总要有人去试。兄长的旧事，若后头查出更确切的档案，我会让人送一份去侯府。多谢沈姑娘。谢我做什么？你那张字条救的也不止你兄长一个公道。京中这么多年，人人怕事躲事，幸好还有你这样的女子，敢把这天掀开。往后侯府的日子不会比从前轻松，我知道，但有些账总得有人记着。我回京原本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，按理说该回边关了，那里才是我最熟的地方。可为什么会舍不得？我知道，你回京本就不是为了这桩婚事。如今事成，若你想回边降关，我不拦你。和离书我已经写好，你若走，名声上不会难看。其余的事，我也会替你安排妥当。你本该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谁说我要走了？什么？我说，谁告诉你本姑娘要回边关了？我是回京查案，不是假。可谁规定案子查完我就一定得走？你不是。昭宁，我不想用这桩婚事困住你。困我？裴恒，你也太看清我了。我要真想走，谁拦得住？我一开始嫁你，确实只是为了查案。
这话我认。可后来不一样了。从前我总觉得文臣会写文章，会讲道理，到了真要命的时候，未必顶什么用。我甚至觉得你们这帮人骨头都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只会纸上谈兵，有人能在城西替我挡刀，有人要性烧身也不肯趁机逼我，有人明明怕得要死，还是站在林外等我回来。裴恒，文才也是才，心里装着百姓的人也一样值得敬重。赵宁，边关是我要守的地方，这没错。可与你并肩，也是守山河。裴大人，听明白没有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不走了。这是你自己说的。怎么，怕我反悔？怕。那你以后少自作主张冗章给我递和离书。不递了，再也不递了。信里说了什么？夸我眼光不错。原来外祖夸的是这个。不然呢？我挑夫婿的眼光本来就极好。夫人这话我记下了。从前我只当来京中是走一趟局，现在呢？局散了，人留下了。那就一起守下去。山河常在，岁月漫漫。既进了门，出门晚归，总该让家里知道一声。汤还热着，喝了。知道了，母亲。哼！夫人这哪是训人，分明是心疼小姐。顾明柔被送回老宅后，顾家替她定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个外任小官，人老实，家里也简单。她起初闹得厉害，后来还是嫁了。听说婚后倒安静了不少。肯安分过日子，也是他的造化。他自己种的因，结什么果，都该自己受着。侯府那边的北地旧役，我已经接了手，往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许家有你，不会倒。总不能一直做个不出声的二姑娘，又在盯赋税、旧案灾情。夫人不也总盯着京中风雨？你守朝堂，我看风雨，倒也正好。若边关再起风言，你仍可上马；若京中再有暗流，我也仍站在你身侧。这一回，我与你并肩去守。赵宁，这山河很大，容得下刀兵，也容得下灯火。